如果人类突然消失一半，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？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，那些我们从未注意过的系统，那些我们理所当然的存在，会以怎样的方式崩塌？而那些我们从未关注过的角落，又会以怎样的姿态重新生长？我们假设这种消失是完全随机的，不是选择性的，不是按照年龄、性别、地域、职业来筛选，就像掷骰子一样，每一次都是随机的，每一次都有50%的概率。这意味着此刻正在做手术的医生有50%的概率消失，这意味着驾驶着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飞行的机长有50%的概率消失，这意味着正在核电站控制室监控反应堆的技术员也有50%的概率消失。这是最残酷的随机性，它不偏袒任何人。让我们从物理层面来感受那一瞬间。纽约的曼哈顿此刻正是上午10点的上班高峰期，华尔街的交易所里，交易员们正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。第5大道的橱窗里，模特们穿着当季的新品。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，游客们正在俯瞰这座城市的全景。然后一半的人消失了，交易所里一半的交易员消失了，屏幕上的数字还在跳动，但下单的手少了一半。第5大道的橱窗玻璃上出现了一半的人影，另一半已经不存在了。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，栏杆边的一半游客消失了，他们的位置空空荡荡，只有风从那里吹过。而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更大的混乱正在发生。你正在开车穿越一个十字路口，绿灯亮了，你踩下油门，旁边车道的一辆公交车正在减速准备转弯，公交车司机消失了。那辆载着40多人的庞然大物在失去控制的瞬间撞上了你的车，你从翻转的车里爬出来，头破血流。你看见十字路口的4个方向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车祸，有人还活着，正在大声呼救，有人已经不动了。一辆救护车翻倒在路中央，鸣笛声戛然而止。这就是那一瞬间的混乱。手术台上的患者正处于心脏手术最关键的一刻，主刀医生消失了，旁边的护士消失了，只剩下体外循环机在嗡嗡作响，而患者的心脏正在等待着那只永远不会再出现的医生的手。建筑工地上，起重机正在吊装一块巨大的钢梁，操作员消失了，钢梁在半空中摇晃，然后砸向了还没有疏散的工人。高楼的窗户边，有人正在擦玻璃，蜘蛛人系着安全绳，但系安全绳的人消失了，绳子还在，但没有人拉动它。这就是物理层面的混乱，不是电影里的爆炸和火光，而是更安静的、更混乱的、更真实的崩塌。而声音在那一瞬间也变了。城市是有白噪音的，汽车引擎的轰鸣，空调外机的嗡嗡，人群的嘈杂交谈，远处工地的施工声，所有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城市特有的背景音。这种声音如此常见，以至于我们早就习惯了它的存在，就像习惯了呼吸一样。但现在声音减半了，马路上稀疏了许多，10分钟才有一辆车驶过，而不是每分钟几十辆。引擎的轰鸣声变得稀稀落落，像是老人稀疏的牙齿。空调外机的数量少了，嗡嗡声变得断断续续。人群的声音消失了3分之3，不只是人数减半，
而且剩下的人有一半在事故中受伤或被困，真正能发出声音的人更少了。城市突然安静了，那种安静不是深夜的安静，而是一种诡异的安静，就像有人在你耳边突然停止说话，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句子。幸存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一开始没有人相信这超出了人类认知的边界。在那一刻之前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、任何一部电影、任何一个传说描述过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所以当它真的发生时，大脑的第一个反应是否认。不可能。有人会这样说，这一定是某种恶作剧。有人会这样想，这是在做梦。有人会这样告诉自己，然后狠狠掐了自己一下。然后恐惧开始蔓延，幸存者开始疯狂地寻找自己爱的人。电话打不通了，不是因为信号问题，而是因为基站需要维护。当大量用户同时尝试连接时，基站不堪重负，直接瘫痪了。运营商的服务器在那一刻收到了数以亿计的查询请求，全都超时了。短信发不出去，微信转圈， QQ 超时，所有的即时通讯软件都在那一刻失灵了。幸存者们开始奔向自己熟悉的地点，学校、幼儿园、公司、父母家。他们在路上奔跑，穿过混乱的车祸现场，绕过倒塌的广告牌，踩过碎裂的玻璃。他们看见很多人倒在地上，有的在呻吟，有的已经不动了，但他们顾不上停下来，因为他们要找的人也许就在下一个路口。那些找到的人是幸运的，那些找不到的人，名字从此成了一个符号，刻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而通讯系统也在那一刻开始它的缓慢死亡。运营商的客服电话打不通了，不是因为没人接听，而是因为电话那头的人有一半的概率消失了。接听电话的客服人员减少了一半，而打进来电话的人增加了10倍。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该相信谁。电视上所有的频道都变成了雪花或停播画面，广播里只有应急广播在循环播放，但那广播本身也失去了意义。它只是说，请保持冷静，待在原地，却没有解释为什么需要保持冷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社交媒体上，消息像潮水一样涌来。我妈妈消失了，我男朋友在上班的时候消失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们？为什么不是我？我宁愿是我。这些消息有的发成功了，有的永远卡在发送中。那些发成功的消息在屏幕上闪烁了几秒，然后被更多的消息淹没，最终消失在信息的洪流里。而那些没有发成功的消息永远停留在了输入框里，像是某种无声的遗言。能源系统是如何应对的？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后推一点点。几个小时后，最初的混乱已经过去，幸存者们开始慢慢冷静下来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互相安慰，互相依靠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一场缓慢的崩溃正在展开。首先是电力系统。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电力之上的，没有电就没有水，没有暖气，没有冰箱里的食物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没有一切。我们已经习惯了电力的存在，就像习惯了空气的存在。但电力系统并不像空气那样稳定，它需要持续的人工监控和调整。
核电站是最先出现问题的。核电站有复杂的安全系统，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动保护机制。当检测到异常时，这些机制会自动启动，比如插入控制棒来停止核反应，或者启动紧急冷却系统来防止堆芯熔毁。但问题是，这些系统需要电力来驱动。应急柴油发电机需要人来启动，冷却系统的泵需要人来监控。核电站不是永动机，它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精密系统。当一半的操作人员消失后，核电站的控制系统开始报错，警报声此起彼伏，像是一群绝望的动物在嚎叫。那些还在岗位上的少数员工拼命地试图维持运转，但他们面对的是天文数字的工作量，一个人要做原来3个人的工作。最终，大部分核电站会自动停堆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好事是，核反应停止了，不会发生核爆炸。核电站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。坏事是，冷却系统需要电力来运行，而核废料依然会释放衰变热。如果不能及时冷却，堆芯可能会熔毁，释放出放射性物质。全世界几十个核电站同时发生。那些没有自动停堆的核电站，那些半毁在地震或海啸中的核电站，开始释放它们隐藏的毒素，辐射开始随风飘散。虽然不如核弹那样剧烈，但足以污染大片的土地。人类的核遗产在人类消失一半之后，开始了它的清算。天然气和石油系统也在挣扎。管道是现代能源的血管，它们穿越山川河流，连接着油田、气井和千家万户。但这些管道需要压力来维持运转，压力高了会爆管，压力低了供不上气。而压力的调节需要人来监控和调整。当一半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消失后，管道系统开始失衡，有的地方压力过高，发出危险的嘶嘶声；有的地方压力过低，工业炉窑熄火了，家庭暖气停了。那些还在工作的人拼命地试图关闭阀门，隔离泄漏点。他们知道自己正在与时间赛跑，一旦压力失控，管道爆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他们太少了，他们顾不过来。最终，大约2周后，全球的天然气和石油系统全面瘫痪，大部分管道破裂了，泄漏的气体在空气中燃烧，形成一道道冲天的火光，那是工业文明的最后一支舞。有趣的是，可再生能源展现出了它的韧性。太阳能板不需要人来运转，它们只需要阳光，而阳光是免费的、大量的、不知疲倦的。没有云层的遮挡时，它们依然在发电。风车也在转动，只要风还在吹。大型风电场和光伏电站继续向电网输送着电力。但问题是，电网需要人来维护，变压器会老化，电线会断裂，绝缘子会积灰。这些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，但会逐渐累积。几周后，某些地区的电网开始出现故障，几个月后，更多的故障出现了。最终，大部分地区的电网都停止了运转，只有极少数的离网系统还在顽强地运行着。偏远的村庄、孤立的哨所、某些幸运的社区，他们依靠着本地的太阳能或小型水电，继续享有电力带来的便利。但这些地方，在人类消失后的世界里，只是沧海一粟。交通网络是怎样崩溃的？让我们来看看人类是怎样移动的。每天，全球有数万架飞机在天空中飞行，
他们载着货物，载着人，从一个大陆飞向另一个大陆。机场是地球上最繁忙的地方之一，跑道上几乎随时都有飞机在起降，但机场也是最依赖人力的地方之一。当一半的人消失后，航空系统几乎瞬间瘫痪，不是因为飞机不能飞了，而是因为机场不能运转了。空管员消失了一半，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崩溃了，行李分拣系统停摆了，消防队员不够了，医护人员不够了。每一架正在天上飞的飞机都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，他们要降落在哪里？答案只有一个：最近的机场。但最近的机场往往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那些有幸安全降落的飞机，乘客们走出机舱，发现机场已经面目全非，服务台空无一人，行李传送带停止了转动，商店的灯灭了，咖啡凉了，广播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，宣布航班取消，然后彻底安静了。没有新的航班起飞，加油车没有人开，拖车没有人驾驶，空姐和地勤人员有一半消失在了回家的路上，剩下的少数人站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几天后，所有机场都关闭了，天空变得异常安静。偶尔你会看见一只鸟从云层中穿过，没有飞机轰鸣的蓝天，看起来格外清澈。但这种清澈是人类文明停摆的代价。海运的命运也差不多，全球贸易有90%以上是通过海运完成的。货轮是漂浮在海上的工厂，需要大量的船员来操作。当一半的船员消失后，很多货轮陷入了困境。有的货轮正在穿越大洋，驾驶室里只剩下一个疲惫的驾驶员，他已经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，眼睛布满血丝，握着舵盘的手在发抖。他知道，按照规定，他不应该一个人在驾驶室里，但规定已经不存在了，存在的只有生存的本能。有的货轮已经抵达了港口，但无法卸货。起重机的操作员消失了，叉车司机的钥匙还在口袋里，但口袋已经空了。货轮只能停泊在锚地，等待着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装卸队。最终供应链断裂了，超市的货架在几天内被抢购一空，不是因为物资短缺，而是因为物流瘫痪了。配送中心的工人消失了一半，分拣系统停止了运转，运输车辆没有司机了，食物在仓库里腐烂，因为没有足够的卡车把它们运出去，陆路交通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高速公路是现代社会的动脉，无数的大货车在这条动脉里流动，把物资从生产地运往消费地。当一半的司机消失后，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锐减。那些还在开车的人发现，路上的车比以前少了，但路比以前难走了。不是因为车多了，而是因为车祸太多了。失控的汽车撞上了护栏，撞上了中央分隔带，撞上了其他汽车。没有人来清理这些残骸，他们就那样留在那里，成为沉默的路障。有的路段被几十辆废弃的汽车堵住了，无法通行；有的桥梁被撞断了，断裂的桥面悬在半空中，像是一头垂死的巨兽。服务区还开着灯，但便利店已经空了。加油站还有油，但没有人来加油了。厕所里还有水，但清洁工消失了。卫生纸用完了，没有人补充。幸存者们开始徒步穿越那些汽车无法通过的路段，他们背着行囊走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，偶尔
他们会遇见同样在赶路的人，他们点点头，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，然后继续各自的旅程。城市会怎样？让我们把镜头拉远，看看那些曾经繁华的城市。北京，早晨的阳光照在 CBD 的玻璃幕墙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那些光芒曾经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，现在它们只是一面镜子，映照着空无一人的街道。电梯停摆了，这是最明显的变化。现代城市是垂直的，几十层、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吞噬了无数的人，也吞噬了无数的电梯。当维护人员消失一半后，电梯故障率急剧上升。那些被困在高楼里的人，要么选择爬楼梯，要么选择等待。等待的人后来大多被救援了，消防员还在，虽然也少了一半，但他们依然在履行职责。爬楼梯的人发现这比想象中更难，尤其是那些住在30楼以上的人，他们要爬几百级台阶，中途要歇息好几次。当他们终于爬到家门口时，钥匙已经在口袋里攥出了汗。但最可怕的不是电梯，最可怕的是水。自来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它需要泵站加压，需要管道输送，需要处理厂净化。当泵站的员工消失一半后，压力开始不稳，有的地方水压过高，管道爆裂了，水从地底下涌出来，淹没了街道。有的人家水压过低，只有细细的一股水流从水龙头里滴出来，像是城市最后的眼泪。那些住在高层的人很快发现自来水停了，他们开始囤积饮用水、瓶装水、桶装水，甚至浴缸里储存的水。但这些水总会用完的。当自来水彻底停止的那一天，城市的味道开始变了。粪便、尿液、腐烂的食物，所有这些东西堆积在城市里，无处可去。冲水马桶成了摆设，因为没有水可以冲。下水道的气味开始渗入街道，渗入建筑，渗入那些还住在这里的人的鼻腔。夜城的灯光熄灭了，北京、上海、东京、纽约，这些不夜城曾经以璀璨的灯光闻名于世。CBD 的写字楼亮到深夜，酒吧街的音乐彻夜不息，霓虹灯招牌五光十色。现在这些灯光几乎全部熄灭了，不是没有电，至少一开始不是，而是没有人需要这些灯光了。看灯光的人少了3%，开灯的人少了3%，维持灯光系统的人少了3%。那些还亮着的灯也变得稀疏了，只有零星几扇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，像是黑暗中孤独的烛火。幸存者们聚集在一起，点起蜡烛或打开手电筒，他们围坐在一起，谈论着白天发生的事，谈论着消失的亲人，谈论着不可知的未来。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但至少在那一刻，他们不是孤独的。这就是城市在人类消失一半后的命运。它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废墟，但会像老人一样，慢慢的、不可逆转的衰老下去。大自然是怎样呼吸的？现在，让我们离开城市，去看看那些人类不常踏足的角落。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下降，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未见过的事情。200多年来，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在上升。全球变暖、极端天气、
海平面上升，所有这些威胁都与这看不见的气体有关。现在工业活动减少了一半，工厂停工了，发电厂歇业了，汽车熄火了，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在一瞬间锐减。科学家们曾经做过计算，如果全球碳排放减少一半会怎样？答案是，这足以显著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。现在，这个假设变成了现实。当然，气候变化是复杂的，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很长，浓度不会一夜之间恢复正常，但趋势已经逆转了，上升的曲线开始趋于平缓，然后缓缓下降，河流开始自净。每一条工业化的河流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副产品，废水、污水、化学物质，这些东西日复一日地流入河流，毒害着水生生物，污染着人类的饮用水源。现在，工业废水减少了，不是消失，而是减少。很多工厂还在运转，只是工人少了一半；很多处理设施还在运作，只是效率降低了一半。但即使是这样微小的改变，也足以让河流喘一口气。比如干净又卫生的恒河开始散发出不一样的味道，它们不再散发着刺鼻的工业废水味，而是开始有了几分原本的气息，那是水流本身的气息，是石头和水草的气息。鱼类开始回归，那些曾经在工业废水中消失的鱼，那些曾经逃离家园的虾蟹，开始试探性地游回他们祖辈生活的水域。他们发现水变清了，阳光可以穿透水面，照亮水底的沙石，水草开始生长，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庇护。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化，但几年之后，很多河流的生态系统开始出现恢复的迹象。云朵在蓝天上缓缓飘动，白得刺眼，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洒落，照在街道上，照在建筑的玻璃上，照在那些仰望着天空的脸上。动物世界发生了什么？当人类的阴影退去，动物们开始试探性地扩张它们的领地。城市从来不是只有人类的，那些鸽子、乌鸦、麻雀、老鼠早就适应了与人类共处的生活。它们在建筑物的缝隙里筑巢，在垃圾堆里觅食，在公园的草坪上觅偶。人类的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、奇异的、充满机会的游乐场。现在人类少了一半，街道变得安静了，汽车少了，噪音低了，人类的脚步稀疏了。动物们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。最先大胆起来的是鸽子，它们不再只是躲在屋檐下，而是大摇大摆地走上人行道。它们在马路中央踱步，啄食那些从车里散落出来的食物碎屑。红灯亮起时，它们也不必躲闪了，反正没有多少车会闯红灯。然后是狐狸，在一些欧洲城市，狐狸本来就是常见的居民，但它们通常只在夜间出没，避开人类的视线。现在，它们开始在白天出现了。一只红褐色的狐狸拖着毛茸茸的大尾巴，穿过人丁稀少的广场，寻找着食物。它的眼睛里没有恐惧，只有好奇。浣熊也在行动。北美的城市是浣熊的天下，它们有着黑白相间的面孔，圆滚滚的身材，善于开锁的爪子。人类的厨房是它们最爱的目标。现在，人类的厨房空了，它们可以自由地进出。野猫也组成了自己的王国。那些曾经被人类喂养的家猫，有的主人消失了，没有人再来喂它们；有一部分死了，
但有一部分凭借着野性的本能开始了自己谋生。他们学会了捕猎，学会了与其他猫竞争，学会了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。海洋里的变化也在发生，渔船减少了，不是全部消失，还有一些幸存者在坚持捕捞，但数量锐减。因为竞争者的减少，他们可能每次都会满载而归。人类消失一半后，经济体系会发生什么？一开始是通货膨胀，因为供应链断裂了，物资开始短缺，超市的货架空了，工厂停工了，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，但幸存者们手里还有钱，还有购买的需求，于是价格开始飙升。一瓶水从1块钱涨到10块，从10块涨到100，有人愿意为了一瓶水付出任何代价，因为没有水就会死。但很快，通货紧缩来了，人少了，需要的东西也少了，而且那些需要人力生产的东西生产不出来了，工厂停工了，工人不够了，机器没有人操作了，于是物资变得更加短缺。但问题是，买东西的人也太少了，需求萎缩的速度甚至快于供给萎缩的速度，于是价格开始下跌，不是下跌，是崩溃。知识也在消失，人类积累了200多年的工业知识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传。那些复杂的工艺，那些精细的技术，那些必须经过多年训练才能掌握的技能，它们的载体是人，而人正在消失。最明显的例子是医疗，医学是所有学科中最依赖人的学科之一。一个外科医生需要10几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上手术台，一个麻醉师需要精确的判断和丰富的经验，一个护士需要熟悉无数种药物和器械。当这些人大批消失后，医疗体系几乎瘫痪了。那些还在工作的医生发现自己面对着天文数字的病人，医院空了3/4的员工，床位却住满了病人，药品短缺，器械损坏，没有人帮忙递手术刀，没有人帮忙换药。很多医生不得不一个人做3个人的工作，他们每天工作20个小时，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最终，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倒下了，不是因为感染，而是因为精疲力竭。人类会重新变成一个工业革命之前的文明吗？会重新从农业社会开始吗？没有人知道答案，但时间会给出他的判断。心理的重量是什么？当最初的混乱过去，当生存的问题暂时解决，幸存者们开始面对一个更沉重的问题：心理的创伤，集体创伤。这个词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教科书中走出来，变成了每个人切身的感受。一半的人类消失了，不是死于战争，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是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，突然的、随机的、毫无征兆的消失了。幸存者背负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。为什么是我活下来？这个问题会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们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每当看见空荡荡的座位的时候，每当想起那个再也听不到回应的人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会浮上心头。有的幸存者会觉得自己不配活着，他们会想，消失的那个人也许比我更有价值。也许他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，也许他是一个教导孩子的老师，也许他是某个领域的专家。而我呢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我凭什么活下来？这种想法会侵蚀他们的心灵，
让他们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抑郁。亲密关系的断裂是最深的伤口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些特别的人，父母、伴侣、孩子、朋友，这些关系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意义。没有了他们，生命还剩下什么？很多家庭在一瞬间被撕裂了，有的孩子失去了双亲，成了孤儿；有的父母失去了独生子女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；有的伴侣失去了对方，从此阴阳两隔。那些找到彼此的幸存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他们不敢松手，生怕一松手就会再次失去。但他们的拥抱里不只有重逢的喜悦，也有失去的恐惧。下一次消失的会不会是你？这个问题悬在每一对拥抱的伴侣之间，悬在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之中。它像一片乌云，笼罩在所有幸存者的头顶。集体创伤会改变一个人，那些曾经乐观开朗的人可能变得沉默寡言，那些曾经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可能变得得过且过，那些曾经相信努力就有回报的人可能变得宿命论。他们不是软弱，他们只是经历了太多，失去了一半的人类。这不是任何人应该承受的事情。但人类也有惊人的复原力，在废墟中，在创伤里，人们开始重新寻找意义。有的人开始思考，既然死亡随时可能到来，既然一切都会消失，那么我活着是为了什么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每一个幸存者都会尝试去寻找自己的答案。有人选择帮助别人，他们成为志愿者，去照顾那些失去家人的孤儿，去陪伴那些孤独的老人。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有人选择传承知识，他们开始记录自己会的东西，文字、绘画、音乐、技能。他们希望即使自己有一天也消失了，这些知识还能留下来。有人选择活在当下，既然未来不可知，既然死亡随时可能到来，那么就好好珍惜今天吧，珍惜阳光，珍惜微风，珍惜身边每一个还在的人。这就是人类面对创伤的方式，不是遗忘，不是压抑，而是带着伤痛继续活下去。意义是会重建的，那些幸存者会形成新的社会、新的文化、新的价值观。他们会讲述今天的故事，把它传给下一代。他们会告诉孩子们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曾经有一场灾难夺走了一半的人类，但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重建了一切，我们继续生活着。这就是人类的韧性，这就是生命的奇迹。数字世界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走进那些看不见的地方。数字世界，互联网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，它连接了全球几十亿人，让他们可以及时地分享信息、交流思想、完成交易。它是人类大脑的延伸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但互联网是脆弱的，它依赖于无数的服务器、数据中心、光纤电缆、路由器、交换机。所有这些硬件都需要电力来运转，需要人来维护，需要冷却系统来降温。当电力开始不稳定，当维护人员开始短缺，互联网也在缓慢地死去。首先是那些边缘的小网站，那些个人博客、小型论坛、非主流的社交平台，他们的运营者消失了一半，或者完全消失了。没有人续费域名，没有人续租服务器，没有人修复故障。这些网站一个接一个的宕机，
然后彻底消失。他们的消失是无声无息的，没有葬礼，没有悼词，只有域名过期的通知邮件，静静地躺在已经没有人查看的邮箱里。然后是那些巨头，搜索引擎还在运转，但索引更新变慢了；社交媒体还在运行，但新用户注册停止了；电商平台还能打开，但商品下架了，因为卖家不在线了。那些未读消息永远停留在了那里。我刚看到一家很棒的餐厅，周末一起去吧。这条消息发送于灾难发生的前一天，发出这条消息的人已经消失了。收到这条消息的人再也不会知道对方曾经想带他去那家餐厅。妈妈，我今天考试考了100分。这条消息下面的对话永远停留在了妈妈的头像上。那个妈妈消失了，但她还保留着女儿的消息。每当她想起女儿，她就会点开这条消息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社交媒体变成了鬼城，那些头像还在，那些昵称还在，那些曾经发过的照片和文字还在，但他们的主人很多已经不在了。偶尔有新的消息出现，那是幸存者在平台上发布的寻人启事、求助信息，但这些消息也会越来越少，直到有一天彻底停止。几年之后，社交媒体上的活跃用户可能只剩下几个、10几个。他们可能是偶然发现这个平台还有人在用的幸运儿，可能是执拗的想要保存一些记忆的老人，可能是不知道该去往何方的游荡者。他们在这个鬼城里发出无人回应的声音。数字世界的死亡是缓慢的，但不是不可见的。那些被打开的文档还停留在最后编辑的位置，那些播放了一半的视频，画面卡住了，然后永远地卡在那里。那些正在下载的文件停在99%，永远不会完成。这些都是人类存在过的痕迹，它们像是数字世界的化石，记录着曾经的辉煌，也记录着最终的寂静。太空变得怎样了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，地球之外。国际空间站上还有几名宇航员，他们是从地球选拔出来的精英，经过多年的训练，执行着人类探索太空的使命。此刻，他们正漂浮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轨道上，透过舷窗眺望着蓝色的地球。他们还不知道地球上发生了什么。空间站与地面的通讯有延迟，而且不是实时的。宇航员们有自己的任务要做，有自己的事情要忙。地球在他们的视野里缓缓转动，云层在海洋上飘动，城市的灯光在夜间依稀可见，直到地面呼叫中断。一开始是信号变弱了，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是断断续续的 Mission Control 的声音变得模糊，有时甚至完全听不见。他们以为是通讯设备出了故障，也许是什么干扰，也许是硬件问题。宇航员们开始自己排查问题，他们检查天线，检查信号放大器，检查每一个可能的故障点。但问题不在空间站，而在地面。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人类减少了一半，负责通讯的技术员消失了，负责监控的工程师消失了，剩下的人手忙脚乱，顾不上空间站的例行通讯。几天后，通讯完全中断了。宇航员们站在舷窗前，看着他们已经联系不上的地球。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只能猜测，也许是战争，也许是灾难，也许是系统性的故障。
没有人告诉他们答案，他们只能继续执行任务，继续生活在那狭小的空间站里。物资开始紧张，原本计划好的补给任务取消了，因为发射场的工程师消失了，火箭没有人组装，发射台没有人维护，控制中心没有人监控，空间站的补给开始消耗，而没有新的补给到来。宇航员们开始节约，减少舱外活动，减少非必要设备的运转，减少食物和水的消耗。但这些措施只能延缓，不能改变最终的结果。最终，在某个清晨或黄昏，国际空间站划过天际，化为一团火球。它的大部分会在大气层中烧毁，只有少数残骸会坠落在海洋里，无人知晓。那些飞向深空的探测器也在孤独地前行。旅行者1号和2号已经飞出了太阳系，他们携带的核电池还在运转，但功率在逐年衰减。他们会继续向银河系的中心飞去，带着那张金唱片，记录着人类的声音和图像。那是人类存在过的最遥远的证明，我们究竟有多渺小。现在，让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这个物种，在宇宙的尺度上，人类的存在有多渺小。让我们用数字来说话。地球诞生于约46亿年前，人类出现在约300万年前。人类文明只占地球历史的0.0000几，而在宇宙的尺度上，地球只是银河系中一颗普通的恒星。银河系中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，而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2000亿个以上。宇宙的年龄是约138亿年，地球的年龄只是宇宙年龄的1/3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人类的诞生是宇宙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。人类消失一半，甚至人类完全灭绝，对宇宙来说，就像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，自然、平静，没有意义。地球曾经经历过5次大灭绝。第一次大灭绝发生在约4亿4千万年前，大量海洋生物消失。第二次发生在约3亿7千万年前，海洋生物再次遭到重创。第三次发生在约2亿5千万年前，超过90%的海洋物种消失。第四次发生在约2亿年前，爬行动物大量死亡。第五次发生在约6600万年前，恐龙灭绝。每一次大灭绝都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次巨变，但每一次生命都重新复苏了。灭绝的物种消失了，新的物种诞生了。生命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在这颗蓝色星球上延续。人类只是地球生命史上最近的一章。如果第6次大灭绝是人类造成的，那这场灾难只是地球自我净化的一个过程。如果第6次大灭绝是自然造成的，那人类只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个。无论哪种情况，地球都会继续转动，太阳会继续燃烧，星星会继续闪烁，而人类的存在只是宇宙长河中的一粒尘埃。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真相。渺小，这个真相让人感到绝望吗？也许一开始是的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，渺小并不意味着无意义。一粒尘埃可以折射阳光，可以落在花瓣上，可以飘进眼睛里让人流泪。渺小的存在也可以有意义。人类的渺小恰恰说明了活着的珍贵。正因为生命是短暂的，所以每一刻都值得珍惜。正因为人类是渺小的，
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连接才更加重要。这就是无常的意义。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人类消失一半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答案也许就在我们刚才走过的那段旅程里。当一切都被剥夺，当熟悉的秩序崩塌，当世界变得面目全非，我们才会发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是无常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。父母会老去，伴侣会离开，朋友会走散，权力会失去，财富会消散，名声会被遗忘。这是世界的法则，不可改变。但正因为无常，我们才会珍惜。一朵花不会因为它终将凋谢而拒绝盛开，一颗星星不会因为它终将熄灭而拒绝发光，生命也不会因为终将结束而拒绝绽放。无常不是诅咒，而是提醒，提醒我们不要把拥有的东西当作理所当然，提醒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好好的去爱，去付出，去感受。一个拥抱，一个眼神，一句问候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其实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一个人的存在，也许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羁绊，却可以让尘埃变成星辰。所以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也许就是好好珍惜当下，好好对待身边的人，好好感受这个世界。不必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，不必等到灾难来临才知道什么重要。此刻就是最珍贵的时刻，此刻身边的人就是最重要的人。这就是人类消失一半之后，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。夜深了，窗外的世界已经安静下来，远处的灯火稀疏了，也许是因为电不够用了，也许是因为人减少了，但那些亮着的灯火依然在黑暗中闪烁着，像是在诉说着什么。你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也许你会做一个梦，梦里你回到了那个灾难发生之前的早晨。你坐在地铁上，看着窗外的隧道壁飞速后退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弥漫着咖啡的味道。有人在你身边刷着手机，有人在小声地打着电话。那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早晨，但你知道，正是这些平凡的时刻构成了生命的全部。所以好好睡吧，明天醒来的时候，好好珍惜身边的人，好好感受阳光的温度，好好聆听风的声音，好好珍惜每一个平凡的瞬间。这就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。晚安。